他们把精湛的技术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他们把物理学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们飞天遁地，无所不能。他们就是中国交通的三大巅峰：山东航空、重庆的士、武汉公交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山东航空因为其彪悍的飞行风格，又被称为中国俄航，网友们也亲切地为山航冠名了“浩克山东”、“浩克山航”的荣誉称号。山东航空的猛在于什么天气都敢飞。有人说，在最近的暴雨天气中，山航不仅敢起飞，还能应对乌云。别的飞机遇云就绕行不降落，唯独山航敢直接找个缝就冲下去。飞机在乌云中驰骋，乘客则吓得急忙查看安全逃生指南。面对台风，山航也照常起飞，准点到达。对于山航来说，所谓风雨更像是一次免费洗机的机会。在能见度超低的雾天，山航也丝毫不虚。2020年12月，乌鲁木齐的一个机场突发动物天气，跑道时程短时间从2000米骤降到150米。如此恶劣的天气下，山航旗下的7架飞机却做到了准点起飞，他们也是该机场最早出港的飞机，所以乘客坐上山航的飞机，不仅不会催促它快一点，甚至可能会盼它稳一点。极端天气，山航都敢对，至于准点，就更是不在话下。按时到达只是基本，提前到达才是优秀。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登机列表，其他航空公司都是准点或者延迟，而山航显示的都是提前到达。如此辉煌的战绩下，山东航空因为 SDHK 的谐音，喜提闪电航空的名号。山航的猛也并非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梗。根据民航局提供的数据，中国近年的平均准点率为81%，每5架航班就有1架不能正常到达。而山航的月准点率可以达到95%，远超全国平均水平，年平均准点率为91%，位列全国主要航司第1名。山航的快，真不是浪得虚名。不过，如果说山东航空是硬核交通中的王者，另外2位可能还真不怎么服气。这么说吧，山航和武汉公交车最大的区别是，一个在天上飞，一个在地上飞。你懂什么是武汉速度吗？从武汉傅家坡客运站到武洛路跃马场，步行需要30分钟，骑行需要10分钟，就算是自驾车也需要7分钟左右。而武汉的703路公交车，有网友曾在贴吧中回忆，最快一次只用了35秒。虽然不知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在，但武汉的公交之快却是公认的事实。可能只有坐过一次武汉的公交，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江湖。司机挂档就跟打咏春拳木桩一样，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，把江城的大小街道都当成了赛道。在武汉坐公交，瞌睡是绝对不能打的，尤其在红绿灯的时候，双手一定要紧紧抓牢。绿灯一亮，车子开动就像离弦的弓箭，飙得你猝不及防。超车是绝对不会得到司机师傅的允许的，出租车和摩的在他们眼前晃悠挑衅，一旦被超，一定要追上去甩他一盘子。但其实最为精彩的不是公交车超出租车，当2辆公交相互比较的时候，上演的可真的就是生死时速了。如果赶上暴雨天气淹水，你就可以体验到公交车当船开的神奇经历。不论前面是不见深浅的涵洞，还是汪洋一片的自水，公交司机都能淡定地在一片洪水中前行。眼看车身急速陷入齐膝的水流之中，司机依然巍然不动，平稳度过。武汉公交赛车的传奇层出不穷，许多没有体验过的人可能觉得太过夸张。但是你若是在1992到2007年间亲身坐过这些公交，你会发现这些传奇中的一字一句可都不是虚的。武汉有个都市传说，当4辆521同时在红山广场上做环形运动，便可以在上空打开一个时空之门。在武汉这片公交江湖中，521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传奇了。那个时候，在鲁巷上班的人中流传着一句话：要想不迟到，请坐521。黄色的车厢宛如迈巴赫一样，在洛峪路上高速穿梭，15分钟就能飞驰电掣地走完整个洛峪路，到光谷转盘处都不带减速的。师傅盘子一甩，
乘客屁股腾空，没抓稳把手的整个人都能甩出座位，能从后车厢甩到司机旁。那个时候，鲁巷一带还是一片荒凉，水泥路面平坦开阔，不少零几级的华工、武大、华师的学生，现在还能回想起当年被521支配的恐惧。坐过707和727这2条线的朋友，可能还能回想起这最爱互飙的2个线路。司机开着公交堪比 QQ 飞车，一个从江岸出发，一个从汉阳出发，过个江的速度比出租车还要快几十分钟。那个时候的路线都是十字小巷，乘车的乘客也不多，想下车至少要提前3站说一声，不然被来到了终点可能都没反应过来。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候车，停车是不可能的，司机会一边把车往前开，一边打开车门对你喊：“我就不停车了，你搞快点，跳上来。”在那个武汉还有小黄巴的年代，保险公司对于武汉3字头的巴士都是拒保的。这类小黄巴并不属于公交集团，算是私营线路，在汉口飙起车来，那真是叫人闻风丧胆。身形比较小巧的巴士飙起来比公交可是不遑多让，除了暂停上下人，小黄巴可以说是从没被别的车超过车。530在武汉一度被称为巾帼路线，曾经62名主力队员中51名都是女司机。但你要是以为上了女司机的车能享受一把武汉公交的温柔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在武汉，能开公交车的女司机绝不是好惹的主，脾气之火爆，踩油门之利落，完全不输给任何线路的友军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成就了武汉公交的速度之巅？故事还要追溯到1985年，那时的武汉公交开始试点私人承包制，就像出租车，拉得越多，跑得越快，承包公司和公交司机赚的钱也就越多。也正是这样的原因，造就了武汉公交的速度神话和网络上流传的段子手们。如今的武汉公交司机已经不复往日的飙车荣光，武汉公交在近20年的公交规范化治理中，终于与从前的赛车日常说了再见。你以超速这类警示语常能在公交车上听到，过站不停、带一脚这等从前司空见惯的事情，现在也被明令禁止。同时，相关部门还实施了限速、GPS 定位以及严格的考核制度等措施，为乘客带来了更加安全、规范的公共交通出行。还曾有游客特地来武汉坐一趟521，想领略一番都市飙车的快感，但司机师傅只能摇头，表示已从 F1的时代退休了。也许还有人会抱怨，如今的公交已经远没有从前那般风风火火、意气风发，已经慢下来不少了。也许还有人会回忆这些武汉公交的江湖传说，但是背后的安全隐患却也令大家不愿再经历。不过无独有偶，关于最野司机的传说不只有武汉公交，还有重庆的出租车司机。网传中国只有2种出租车，普通出租车和重庆出租车。如果说武汉公交开得太快，那重庆出租就是飞得太低。据说在这座山城，每当拖车司机踩下一脚油门，夜晚的渝州路就会生出一道罡风。作为中国交通奇迹，重庆出租车凭借 1.5 排量能给你带来 V12 发动机的体验。在这里千万不要跟出租车司机说赶时间，否则他们会让你明白什么叫人在车中坐，魂在后边追。重庆出租车司机非常喜欢听电台，可每次播放的音乐都断断续续，这并非电台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信号跟不上出租车的速度。甚至有人戏称，黄色法拉利表上打的是生命值，燃烧的是肾上腺素，遇上凹凸不平的路段，踩刹车算对不起乘客，表演低空飞行才是常规操作。师傅们不仅开车快，而且个个都能被称为活地图。在这座8地的魔幻城市，作为外地人，不要信导航，不要信电脑，要信托儿车司机的大脑，否则你必将在黄觉湾立交的匝道中迷失。你以为你在1层，实际上你可能在18层。在重庆，你需要 XYZ 3轴定位，也许正是这样的独特地理环境，才造就了重庆的拖车司机。每次上车，师傅们都会问你一句：跟导航走还是跟他走？如果你说跟他走，那么请系好安全带，师傅可能会穿越迷宫，开车进电梯，20分钟的路程只要3分钟。在重庆司机眼里，乘客迟到是对职业素养的最大侮辱。最后一句，调侃归调侃，猫爷还是要嘱咐各位司机，不管你是开飞机、开公交还是开出租的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谁是你心目中最野的司机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。
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